泰国能拍出这么好看的恐怖电影，我是一点都不意外。三更半夜，男人正在睡觉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到几缕头发垂到了自己手上。刚开始他以为是妻子的恶作剧，可转过身去才发现妻子正躺在旁边。一个浑身肿胀的红衣女鬼倒吊在半空，冲着男人不断发出瘆人的嘶吼。不等有所反应，红衣女鬼顺势骑到了男人身上，眨眼间又变成了怀孕的妻子。妻子犹如鬼上身一般抽搐抖动，惊吓过度的男人失手将女人推下了床。女人恢复正常的同时，男人也归于了平静，赶忙把怀孕的妻子扶到了床上。事情发生的太过突然，两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殊不知此时的阳台上正有一个女鬼死死地盯着他们。今天给大家带来泰国最新恐怖电影《我的邻居不是人》。影片的惊悚桥段密集炸裂，多条故事线缠绕交织，互为因果，剧情中还掺杂了一点猎奇与变态的元素，绝对是近期不容错过的硬核恐怖佳作。话不多说，点个赞，开始咱们今天的精彩故事。电影开篇就给出了提示，下面咱们看到的内容来自于一档名为幽灵电台的观众投稿，部分细节已经做了改动，仅供娱乐，切勿对号入座。漆黑幽静的高档社区里，突然传出了一阵男人的急促呜咽声，随之而来的还有指甲刮蹭地板的尖锐摩擦声。片刻过后，一个女人的惨叫划破夜空，窗户上隐隐透出了一个诡异的红衣身影。镜头一转，来到了某处高档社区，中介带着一对年轻夫妻过来看房，他站在门口迟疑了很久才肯进去。很明显是这栋房子有问题，房子内部布局合理，装修考究，最重要的是价格便宜。女主帕提来到2楼卧室参观，邻居家的百叶窗后面站着一个模糊的人影，四目相对，把女人吓了一跳。后退过程中踩到了一块地毯，铺在这里显得非常突兀，地毯下面是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刮痕。帕提还在上面发现了一截断甲，疑惑之际，中介解释说，上任房主养过一条狗，地板上的抓痕正是狗狗的杰作。帕提也就没有多想，由于各方面都比较满意，夫妻俩当天就签下了购房合同。临走前，中介叮嘱他们，住在这里的人非富即贵，所以也就特别注重个人隐私，尽量不要去打扰其他的邻居。房子在建造之初没有设置共用墙体，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。本以为这里将会是夫妻俩美好生活的新起点，不料却成了他们噩梦开始的地方。两人刚刚离开，对面阿姨就投来了惊恐的目光，但目光重点却落在了他们隔壁的房子上，这里应该是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。装修动工前，夫妻俩特意找了个大师净化房屋，里里外外楼上楼下转了一圈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大师下楼后就忍不住的一直咳嗽，但并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。帕提有孕在身，装修期间不适合待在这里，男主拉维建议他去母亲家再住一段时间。อย่าให้แพทรู้นะว่าแอบพาใครเข้ามานอนเป็นเพื่อนอาจจะไม่ใช่คนก็ได้นะ。两个人嬉笑打闹，根本没有想到真有女鬼进到了家里。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一直都是拉维自己在忙进忙出。帕提住在母亲家里安心养胎，偶尔通过男人的摄像头了解一下装修进度。这天拉维找了2名工人安装窗帘，忙完之后，工人问他是不是跟对面的阿姨有过节，男人不明白什么意思，原来刚才两人在楼下抽烟的时候碰到了对面的阿姨。ป้าเพิ่งทำหน้า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ใส่ผมเว้ยออกไปออกไปเดี๋ยวนี้อย่ามายุ่งกับบ้านหลังนั้น。本来是一件非常严肃非常恐怖的事情，被工人这么一还原给搞成了玩笑。3个人对阿姨的古怪行为评头论足，完全没有注意到那句话的重点。工人离开后，拉维无意中看到女邻居似乎是在扒着窗户看向这边，怀疑是他们刚才说话的声音吵到了对方。拉维也就没有多想，随后他又看到有个保安正蹲在他们家门口吃东西，他好心拿了些糕点送过去，结果转身的功夫对方消失不见。更加诡异的是，地上摆放着一些食物，食物上插着线香，有3朵黄色的万寿菊，旁边还有个类似木钉一样的东西深深插入地下，这明显是给死人准备的祭品，难道是见鬼了不成？对面阿姨正恶狠狠地盯着拉维，拉维赶忙打了个招呼自我介绍，岂料对方转身回到了家里，似乎并不想与他有过多的接触。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，拉维在与妻子视频时，无意中看到了无比诡异的一幕，对面阿姨穿着一身古怪的服饰，扭动着身体，像是在跳舞又像是在做法，窗户上还画满了看不懂的符咒。ป้าเขาทำอะไรอ่ะไม่รู้อ่ะแพทที่พี่เซลเขาบอกว่าไม่อยากให้ไปสูงสิงกับบ้านอื่นนะวิน
แพทย์ว่าเลิกดูป้าเขาเถอะ就在这时，女人发现了偷拍的拉维，吓得她赶忙蹲到地上。男人翻转摄像头的瞬间，发现身后站着一个红衣女鬼，可看过去却又空无一人。接连受到惊吓，已然没有了聊天的兴致。两人寒暄了几句后，就匆匆挂断了电话。转眼间来到了1个月后，房子里的布置已经焕然一新。他们特意给宝宝准备了一间婴儿房，温馨而不失浪漫。两个人都是从小跟着父母四处漂泊，居无定所，现在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。他们想竭尽所能给宝宝一个安稳的家，以弥补自己童年时的缺憾。两人憧憬着未来的美好生活，殊不知这份美好很快就会被现实狠狠撕碎。邻居家的房子里，正有一个红衣女鬼怨毒地看着他们。这天早上，帕蒂出来扔垃圾，刚把垃圾丢进垃圾箱，帕蒂抬头的瞬间看到了女邻居，两个人就这样隔着一堵墙聊了很久。晚上下班后回到家里，妻子把碰到女邻居的事情告诉了拉维，还直夸对方漂亮又和善。女邻居送了他一个水果蛋糕，帕提不喜欢吃，于是放进了冰箱里。中介让他们不要去打扰邻居们的生活，听起来似乎都很难接触，但实际接触下来才发现跟想象中的完全不同。拉维猜测，中介说的可能是对面的怪阿姨，脾气不好，还整天神神秘秘的。随后拉维拿起电话打给了中介，他想拿到上一任房主的电话询问几个问题，出于个人隐私的考虑，中介表示要先征得对方的同意，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，他也可以代为转达。拉维想知道上任房主是不是和怪阿姨有什么过节，除此以外，他还想知道那个保安为什么总是把食物和水放在他们家门口。中介答应帮他们问问邻居阿姨的事，保安的事情则建议他们直接去找物业。แต่เรื่องยามผมว่าลองไปติดต่อสำนักงานในหมู่บ้านหรือหัวหน้ายามโดยตรงน่าจะเร็วกว่านะครับ。拉维随即找去了物业办公室，值班人员正在听着幽灵电台的节目睡觉。拉维的出现吓了对方一跳，他向值班人员表明来意，对方听到后马上变了脸色，赶忙把收音机关掉，告诉了拉维一个恐怖的真相：半年前那名保安突发疾病死在了他家门口，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死的事实，依旧每天晚上骑着自行车照常巡逻。物业给他做过一场超度法事，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卵用。后来还是怪阿姨出手把保安的鬼魂养了起来，小区里才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拉维之所以能看到对方，则是怪阿姨把祭台设在了他家门口，保安的鬼魂每天都要到那里吃东西。值班人员劝说他顺其自然，别给自己找麻烦，但年轻气盛的拉维怎么可能听得进去？他站在门口一通臭骂，还把地上的祭品全都扔进了垃圾箱。就在他试图拔起木钉的时候，保安出现，而且慢慢朝着拉维逼了过来。他不管不顾继续用力，终于在对方靠近他的前一秒拔出了木钉，保安的鬼魂随之消失。怪阿姨抱着木钉吱哇乱叫，质问男人为什么要这么狠心。就在这时，隔壁2楼突然亮起了灯光，女鬼正死死盯着怪阿姨，吓得女人赶忙回到了家里。女鬼为什么要帮助拉维？两人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？咱们带着这个疑问继续往下看。随着帕提与女邻居的交往越来越多，家里开始接连不断的发生怪事。这天两人正在看电影的时候，帕提突然起身把遥控器砸到了拉维脸上，然后又像没事人一样坐在那里傻笑。วินทำไมเลือดออกเยอะอย่างเงี้ยแพทปารีโมทใส่หน้าวินเล่นเหี้ยอะไรเนี่ย女人对刚才做过的事情没有一丁点印象，还以为是男人在冤枉自己，可是带血的遥控器却真实存在，她也说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晚上做饭的时候，帕提如同被抽离了灵魂一般，表情木讷，动作僵硬，池子里的水漫到了外面都没有发现。男人过去收拾的时候，竟然从水池里捞出来一大团女人的长发。疑惑之际，水池下面突然出现了一只猩红的眼球，把男人吓了一跳。女人还因为走神差点切到自己的手指。即便已经发生了这么多怪事，但并没有引起两人的足够重视。没想到更加恐怖的事情接踵而至，当天晚上就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。可以看得出来，女鬼要对付的是帕提和他腹中的孩子，但万幸的是腹中的宝宝安然无恙。眨眼间来到了第2天晚上，女邻居应邀来家里做客，帕提明明听到了门铃声，过去开门，可打开后外面却空空如也。等他返回房间时，女邻居不知何时已经坐到了餐桌前，对方拉过饭菜，如同饿死鬼一般狼吞虎咽，但很快就吐出了大滩的血水，连带着满嘴的牙齿也全都吐了出来，看上去既恶心又诡异。拉维双眼变黑，失去了自我意识，没有任何存在感。惊恐之际，女人转过了头，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张腐烂狰狞的鬼脸。
女人受到惊吓，腹中的宝宝竟然脱离母体提前降生，但随即又被女鬼推入了腹中。帕提猛地从梦中惊醒，却发现拉维死死掐住了他的脖子，只能使出全身力气将其一脚踢开。男人恢复正常后一脸懵逼，对刚才发生的事情没有了丝毫印象。女鬼千方百计想要伤害帕提，似乎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。至此两人也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这栋房子里有鬼。男人睡觉前接到了母亲的电话，给他们做净化仪式的那位大师2天前刚刚过世。拉维偏执地认为这一切都是对面的怪阿姨在背后搞鬼，女人却不认同这个观点。她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急忙拉起男人来到邻居家门口。这些天他送来的东西原封不动挂在门上，早已爬满了蛆虫，而女邻居送给他们的水果蛋糕即便放在了冰箱里也同样如此。帕提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。拉维赶忙给物业打去电话，确认他们隔壁的房子里是否有人居住，得到的结果却是那栋房子已经空置了很多年，以前有个单身女子住在那里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上吊死了。邻居们闻到尸臭味报了警，进去之后才发现女人死去多日，尸体早已被蛆虫啃食一空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帕提马上就要离开，男人却极力阻止。女人想独自离开，却被男人薅住头发硬拽了回来，两人因此大吵了一架。即便女人苦苦哀求，男人依然选择了要钱不要命，气得女人摔门而去。就在这时，拉维接到了前任房主努姆的电话，拉维抱怨对方没有把房子里闹鬼的事情提前告知，对方则是怪他没有遵守规则，所以才导致了如今的局面，只能自求多福了。话不投机半句多，对方不想听他啰嗦，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苦恼之际，楼上突然传来了动静，拉维走到楼梯口，看到了一男一女2具血淋淋的尸体，男人被吓得瘫软倒地不住后退，头顶上突然又传来了异响，抬头看去，客厅中央正吊着一具腐烂肿胀的女人尸体，紧接着墙上凭空出现了几个血淋淋的大字。男人被吓得冲出房子，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。剧情至此进入到了下一个章节。拉维不愿意放弃花了几百万买下来的房子，在他们的女儿出生之后，男人还是想搬回来住。这次他请了一位有名的高僧来做法事，高僧在他们房子里藏了一卷保佑平安的经书，据说可以阻挡一切妖魔鬼怪的入侵，但是并没有告诉他们经书的位置，免得两人受到恶鬼的迷惑破坏法阵。他们还给每个房间都装上了监控，这样拉维外出上班时也可以随时随地看到家里的情况。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再发生意外，一家3口终于过上了幸福美满的安稳日子。随着孩子越来越大，担心自己的女儿带孩子太累，帕提的母亲主动帮他们联系了一个小保姆多伊，对方经验丰富，还持有专业的育儿证书，照顾孩子自然不在话下。但也正是因为保姆的到来，打破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平静。这天多伊来到院子里晾晒衣物，看到红衣女邻居主动打了个招呼，随后他又被墙上的小猫吸引了注意力，殊不知小猫就是女鬼勾引他上钩的饵料。下午的时候，保姆在房间里陪孩子玩躲猫猫的游戏，刚开始一切正常，片刻过后，旁边的卧室门自行打开，一个玩具小车自动跑到了帕提脚下，女人瞬间就感觉到了不对劲，那种莫名的恐惧感再次袭来，下一秒保姆就变了模样。但仅是一晃神的功夫又恢复了正常，帕提赶忙将女儿抱出房间，多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一头雾水。但怪事还不止于此，当天晚上两人做蛋糕的时候，多伊突然直愣愣地盯着帕提，夸他身材好。พี่แพนหน้าอกใหญ่ดีนะคะคงเพราะพี่มีลูกอ่ะพี่วินต้องชอบแน่ๆเลยพวกพี่2คนล่อกันบ่อยพี่วินเอามันไหมคะเตยพูดอะไรออกมา当天拉维有应酬，很晚才回到了家里，妻子和孩子已经入睡，多伊穿着很清凉的衣服守在门口等他回家。给拉维递水的时候还试图勾引对方，酒精的作用加上男人本色，拉维差点把持不住失身给了女鬼。妻子的呼喊声及时给男人泼了一盆冷水，拉维瞬间清醒了过来，但体内的燥热依旧翻涌不止。回到房间后，两人迫不及待运动了一番。帕提欲仙欲死时，在镜子里看到了更加刺激更加变态的一幕，但仅仅是一个转头的功夫又消失不见。事后两人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，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女人的惊呼。拉维走到阳台上向外观望，只见多伊躺倒在院子里，已经失去了知觉。
随后，一个中性打扮的女人敲响了房门，她是多伊的同性伴侣普洛。普洛一眼就看出这是鬼附身的迹象，而且对方是一个怨念极重的厉鬼。眼看拉维夫妻俩不相信自己，女人摘下墨镜，露出了天生的异色双瞳。女人从小就可以看到鬼魂的存在，现在以帮人占卜驱邪为生。三人说话期间，多伊突然有了反应，他一把将普洛推到墙上，然后抄起剪刀恶狠狠朝着帕提刺了过去。拉维眼疾手快，死死抓住了对方的手腕，使出全身力气猛地一推，不料剪刀直接插进了多伊的脖颈。紧接着他就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震惊的举动。普洛见状赶忙打开手机照明，然后通过一个外设的圆形装置，把放射性的散光凝聚成了一缕克制邪祟的佛光，配合着口中念出的咒语，多伊身上的女鬼很快被改出了这具躯壳。此事过后，帕提带着女儿回到了母亲家里暂住，把拉维一个人留在了这里。情场失意，职场得意，拉维接连升职加薪，同事们得知他自己在家，非要闹着去他家里庆祝一番。当天晚上，众人吃吃喝喝，热闹非凡。期间有一个名叫掰克的同事很久没有回来，拉维外出寻找，结果对方正一脸陶醉地盯着隔壁2楼。ทำอะไรไว้แบงค์มีของดีทำไมไม่บอกกูวะแล้วก็บอกกับเมียว่าเป็นคนดีรีบพอไปได้แล้วเขารอกันอยู่莫名其妙的几句话搞得男人一头雾水。拉维回到屋内，对方不知何时早已坐到了餐桌前，预感到可能要有事发生，拉维急匆匆赶走众人，提前结束了这场狂欢派对。周末是女儿2岁的生日，拉维正好借此机会与妻女团聚了一下，晚上睡不着觉，两个人又聊起了房子的问题。วินขายบ้านหลังนั้นแล้วเรามาอยู่ที่นี่ด้วยกันวินคือบ้านมันก็แค่สิ่งก่อสร้างแต่บ้านหลังนั้นมันไม่ใช่แค่สิ่งก่อสร้างสำหรับวินกับแพทนะที่วินสัญญากับแม่แพทอะว่าวินจะเป็นหัวหน้าครอบครัวที่ดีที่สุดให้ได้แล้วถ้าตอนนี้มันมีอะไรก็ไม่รู้มาคุกคามครอบครัวเรามาคุกคามบ้านเราแล้ววินไม่ลุกขึ้นสู้อะ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ั้นไม่ว่าจะเป็นคนหรือจะเป็นผียังไงวินก็จะสู้วินไม่กลัวแม่งหรอก眼看劝不动，帕提也只能表示会永远支持他，只是两人都没有料到，女鬼远比他们想象中的更加狡猾。回去的时候，保安问他家是不是坏了门锁，因为前几天他看到一个和拉维身形很像的人爬进了他们家，本以为是家里进了贼，但意外的是什么都没有丢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的房门缓缓打开，紧接着拉维一阵眩晕，不自觉丢掉了手机，等猛地回过神来，手里却多了一本陌生的相册，里面是一家3口的照片。拉维顿时流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，照片上还有红衣女邻居的身影。拉维看清后更是震惊到说不出话，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把男人拉回了现实。自从上次从他们家离开，那个名叫掰克的男同事就再也没有露面。公司领导打来电话，问问拉维有没有见过对方。男人急忙给掰克打去电话，但诡异的是，他居然在自己家里听到了电话铃声。拉维循着声音一路寻找，最后在他与邻居家的外墙夹层里找到了奄奄一息的掰克。男人被紧急送往了医院。事后据他所说，那天晚上他上完厕所，看到隔壁有个漂亮的女人正在换衣服，即使发现了被人偷窥，女人也没有丝毫闪躲，反倒与掰克约定周6晚上不见不散。第二天，男人就偷偷摸摸翻进了拉维家里，保安以为是拉维，也就没太在意。掰克又通过院子里的梯子翻墙进了女人家里，他推门进去的瞬间就昏昏沉沉，失去了自我意识。直击的女人让他去拉维家里拿一样东西。ทำไมที่มึงเอาของอะไรจากบ้านวินไปทิ้งวะอาจารย์ท่านฝังของดีเอาไว้ในบ้านแหละจะช่วยป้องกันพวกเราให้ปลอดภัย女鬼之所以勾引掰克，就是为了拿走那卷阻止他进入拉维家里的经文。现在没有了经文的震慑，女鬼光明正大闯进了家里，男人被吓得瘫软倒地。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，卧室门缓缓自行打开，一张恐怖的鬼脸猛地扑到了男人面前。妻子似乎是心有感应，恰在此时给男人打来了电话。由于一直没人接听，他又打开了家里的监控，只见男人正在疯狂抓挠自己的脸。眼看男人被一股诡异的力量吊到了半空，女人赶忙拨打了物业公司的电话，视角来到男人这边，她在角落里看到了一具肿胀腐烂的女尸。影片至此进入到了第3个章节。拉维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康复出院，出院后帕提带他见了一个人，男人看上去神色恍惚，惶恐不安。拉维不小心打碎了杯子，就把对方吓了一跳。
此人正是那栋凶宅的上一任房主努姆。通过男人的讲述，我们得知，几年前他从外地来到这边工作，暂时住到了姐姐姐夫家，工作之余还能帮他们照看一下女儿爱丽丝。某次姐姐夫妻俩外出旅游，爱丽丝突然不见了踪影，最后他是在邻居家的院子里找到了爱丽丝。女孩声称隔壁的漂亮阿姨请她到家里吃饭，当时努姆并不知道邻居家的情况，只在2楼看到了一个穿红裙子的女人。爱丽丝回到家里后狂吐不止，吐出来的东西竟然全都是泥土。女孩被紧急送往了医院，并无大碍。也就是在爱丽丝出院的那天晚上，姐夫查塔的房间里传出了奇怪的动静，男人进去查看，只见姐夫被诡异的吊在半空，而绳子的另一端是一只狰狞恐怖的女鬼。姐姐夫妻俩全都在那晚遇害，女鬼还威胁他把房子卖掉，否则就要对爱丽丝下手。即便努姆受戒剃度当了和尚，依旧没能摆脱女鬼的纠缠，万般无奈之下才选择了卖掉房子。ไม่รู้มันจะหาเหยื่อรายต่อไปเป็นวงจรแบบนี้ผมไม่รู้ผมว่าคุณขายบ้านเถอะคุณวินมันไม่หยุดแค่นี้แน่ไอ้พีเนี่ย直到此时，男人还执迷不悟，说什么都不肯卖掉房子。随后努姆带着拉维一家找到了怪阿姨，当时就是怪阿姨把他从房子里救了出来。面对大家的苦苦相求，阿姨一开始并不打算出手帮忙，直到怀里的小女孩出言恳求，阿姨才算是答应了他们。ตามกูมา想要超度女鬼，必须先搞清楚女鬼身上发生过什么。他在拉维脸部画上符咒，给了他一支据说可以看到冤魂前世今生的蜡烛，让男人去房子里寻找答案。烛光映射下，房子里瞬间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。男人循着喘息声来到2楼卧室，房间里活色生香。原来努姆的姐姐姐夫有些偏向于病态的小嗜好，隔壁的红衣女邻居是男人的情妇。คนให้ชู้ของคุณ มันย้ายมาเองผมไม่รู้จริงๆบอกเลิกกันไปนานแล้วเนี่ย คุณไม่ไปจัดการมันฉันทำเอง紧接着拉维来到楼下，看到了另一个场景。直到此时，我们才得知女鬼名叫诺克，他和查塔原本是一对恋人。男人现在的老婆丽娜属于第三者插足，可能是由于两个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，查塔才抛弃诺克和他结了婚。诺克觉得丽娜现在拥有的一切原本应该都是属于他的。นี่มันเรื่องจริงเข้าใจไหม诺克没有再多说什么，扔给男人一根验孕棒，匆匆离开。下一个场景，两人甜言蜜语吃着烛光晚餐，本以为是和好如初，不料男人在给诺克倒水的时候动了手脚。女人喝完后随即腹痛难忍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夫妻俩的阴谋，为的就是除掉诺克腹中的孩子。本以为夫妻俩玩的是国王与王后的游戏，没想到是女王与侍从的角色。这种主仆式的不对等相处关系，注定男人要臣服在女王的威严之下。很快女人下身流出了大量鲜血，丽娜还觉得不过瘾，直接抄起台灯砸掉了诺克满嘴的牙齿。มึงจะใส่หัวออกไปเองหรือจะให้กูลากออกไป女人带着屈辱和一身的伤痛爬出了这栋房子。紧接着下一个是夫妻俩死亡时的场景，努姆发现姐夫吊死在了房间里，跑到楼下正好碰见了姐姐和邻居阿姨。姐姐不听劝阻，执意要上楼，紧接着就被从2楼扔了下来，又被旁边的装饰品当场砸死。眼看女鬼要对努姆下手，阿姨赶忙掏出法器护着男人逃出了房子。就在这时，拉维手中的蜡烛正好燃尽，紧要关头，怪阿姨冲进来救了男人一命。回去以后赶忙给他收惊，拉维把看到的内容告诉给了大家。据怪阿姨推测，诺克带着满腔的仇恨与不甘选择了上吊自杀，随后变成地缚灵困在了这里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尸体肿胀腐烂，直到被蛆虫啃食殆尽。女人心中的恨意愈发浓烈，想要超度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一不小心将其激怒，很有可能所有人都要跟着遭殃。แต่แรงแค้นของผู้หญิงคนนั้นมันหนักมากจะทำคนเดียวไหว阿姨觉得自己应付不来，需要找帮手。帕提马上就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，原本以为他们会请来放置经书的那位高僧，没想到找来的却是普洛。怪阿姨警告他们，超度法事一旦失败，很有可能所有人都要死在那栋房子里，仪式必须在月圆之夜举行。现在退出还来得及，眼看没有人表态，怪阿姨给了大家一段驱邪咒语，每个人都必须学会，关键时刻能够保命。下面是影片的最后一个章节。月圆之夜，帕提和女儿被留在了怪阿姨家里，坐在阵法中央默念驱邪咒语，其余人等来到了女鬼家里。
阿姨让他们手牵手闭上眼睛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睁开。大家齐声念诵着咒语走进屋内。努姆刚进来就听到了外甥女的呼喊，普洛则是听到了多伊的求救。他们两个知道这是女鬼的阴谋，没有睁眼。拉维听到女儿的叫声，马上睁开眼四处寻找，被阿姨训斥了一顿才重新闭上。帕提这边马上就听到了拉维的求救声，他站起身来四处寻找，把年幼的女儿留在了原地。角落里随即传来了爸爸的呼喊声，小女孩循声走了过去。另外一边也是状况不断，女鬼模仿阿姨的声音让大家睁开眼睛，结果努姆差点被女鬼拖走，又是阿姨出手救了他一命。进入女鬼吊死的卧室之前，怪阿姨请出了保安的鬼魂，让他助自己一臂之力。进去之后，众人迅速布置法阵，然后诚心祈祷，表明自己的来意，希望可以帮助女鬼脱离苦海，再入轮回。另外一边的阿姨家里，小女孩循着爸爸的声音走出了驱邪法阵，角落里出现了一双猩红的眼睛，女孩大叫一声晕死了过去。几乎与此同时，怪阿姨七窍流血，保安也被死死掐住了脖子。临死前，女人说了一句话：说完就被女鬼拧掉了脑袋，保安也随之魂飞魄散。两个男人被吓得只会哭爹喊娘。普洛见状赶忙拿出了看家本领，稳定心神，念诵咒语逼女鬼现身。女鬼现身的瞬间，他指挥两人收紧红线，试图将其困死在法阵中央。漂亮女人转瞬间变成了血肉模糊的厉鬼。另外一边，怪阿姨家里突然阴风四起，吹倒的烛台引燃了周围的符咒。或许正是因为这边的法阵遭到破坏，女鬼不仅成功脱困，还上了努姆的身体。她狞笑着拿起法器，恶狠狠朝着拉维刺了过去。普洛故技重施，成功把女鬼改出了男人的身体。女鬼脱身后，第一个找到了普洛，在其脸上划出了一道深深的伤口。拉维抄起法阵上的柱子，刺入了女鬼的身体。两人四目相对，竟都流露出了不舍与痛惜的表情。男人想趁机离开，可就在他即将出门的前一秒，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卷回了2楼。女鬼深情款款从背后抱住了拉维，在男人的惊呼中，身体分裂成了一块块碎肉。镜头一转，来到了第二天早上，浑身是血的拉维走进了家里，妻女紧随其后跟了过来。女孩第一时间跑到楼上寻找爸爸。帕提上楼后就看到了惊恐的一幕，双眼泛白的拉维竟然要对女儿下手。镜头再次切回到几个小时之前，女鬼散落一地的碎肉竟然开始慢慢靠拢，最后与拉维融合到了一起。两人手上的纹身似乎已经说明了一切。至此我们才了解到了他们的过往。多年以前，拉维与诺克在同一家公司上班，慢慢的就发展成了恋人关系。男人向诺克保证，他们将来一定会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开开心心的生活在一起。สัญญา สัญญา อยู่ด้วยกัน อยู่ด้วยกัน 没想到好景不长，就在拉维准备求婚的那天晚上，他亲眼目睹诺克被公司的领导强暴。他以为诺克是自甘堕落，因为就在几天前，诺克刚被提拔为东部地区销售经理的秘书。男人一气之下拍下了女友的丑态，还将其发给了每一个同事。之后两人就断了联系，再也没有往来。仔细对比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强暴诺克的这个胖子是他们公司的老板，而东部地区的销售经理正是努姆的姐夫查塔。至于诺克和查塔后来怎么搞到了一起，影片中并没有明说。也就是说，当初拉维看到那张合照的时候，就已经认出了公司的领导和曾经的女友。女鬼为什么要护着拉维，却处处针对帕提和他腹中的宝宝？怪阿姨为什么说两个男人的业障纠缠到了一起？这些问题现在终于是都有了答案。咱们再细看一下诺克的经历。年轻的时候被老板强暴，还因此被男友抛弃，好不容易与经理发展成了恋人，又被第三方插足，再加上后来的一系列遭遇，正好解释了他怨念深重的原因。或许当初拉维夫妻俩买下这栋房子，也是冥冥之中早就注定好的事情。之前所有的线索全都整合到了一起。咱们继续回到剧情，拉维被女鬼控制着要对妻女下手，帕提一声声的呼唤和女儿的哭声将其唤醒，曾经的一幕幕迅速涌入脑海。男人知道自己是走不了了，最后又抱了抱妻子和女儿，使出全身的力气将他们抛到了楼下的泳池之中，然后转身抱住了冲过来的女鬼。男人选择留下来陪着诺克，用自己的下半生换取妻子和女儿的安全。影片的最后，
帕提带着普洛又找了回来，决心要把拉维带出这栋房子。以上便是泰国最新恐怖电影《我的邻居不是人》的全部内容。我还是会把原片放到老位置供大家自行欣赏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支持一下。我是大嘴，咱们下个电影再见。